上期说到，毛爷的触手被成功摘除，同学们也知道了关于沙老师的过去。今年3月份，不管他们杀不杀得了老师，沙老师体内的反物质都会发生爆炸，并和地球同归于尽。暗杀教室的第3学期开始，朝田召集了所有同学，他想要找到办法拯救沙老师。这个提议很快被一部分同学认同，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。如果找不到方法怎么办？他们就放弃暗杀吗？暗杀者和目标是他们之间的羁绊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任务。沙老师肯定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失败的结局。还没等朝天辩解2句，赤羽上来就是一顿夹枪带棒。班里暗杀技术最好的人却放弃了暗杀，他到底有没有想过班里其他努力的人？要是杀意动摇了，暗杀教室就不存在了。两人各执一词，争执不下。赤羽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，兔子被逼急了还咬人呢。朝天拽住赤羽跳起来锁喉，赤羽也不是弱鸡，居然靠着腰部力量就把朝天举了起来。在近身格斗这方面，还没人能赢他。眼看两人就要真打起来，基北赶紧将两人分开。赤羽力气大的2个人都压不住，朝天倒是被山野一手抱得死死的。而就在此时，纷争的主角亲自出现解决矛盾。既然双方争执不下，那就用暗杀决胜负好了。沙老师准备了红蓝2种燃料的 BB 弹，想杀他的选红色，不想杀的选蓝色。随后组成2队在山里战斗，获胜的队伍代表全班的意见。只要是他的宝贝学生拼尽全力做出的决定，无论是什么他都会尊重。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班级在分裂中结束。班级的众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想救的蓝方成员是以朝天为首的基贝、前原、奥田、片冈、茂野、神崎、仓桥、山野、竹林、原不破、石田。想杀的红方成员是以赤羽为首的千叶、素水、冈岛、日向、木村、素原、三村、中村、霞间、四坂、松村、吉田以及阿银。阿绿选择了中立，乌间担任比赛的裁判，夺走对方的妻子或者消灭对方所有人就算获胜。就这样，一场杀与不杀的内战开始了。比赛刚开始，竹林和片冈就被对方2位神枪手狙杀，神奇突然出现在千叶和冈岛身后，2枪干掉2人后又轻松抹杀肩骨。可别忘了他是战争网游高手。然而他绕后的行为却正中埋伏，被赤羽伏击割喉。随后赤羽接手红队指挥权，指挥三村爬到高处侦察敌情，赤坂3人组正面厮守，让瘦弱的霞间和山野不破同归于尽。之后日向发起奇袭秒杀仓桥，联手木村将灵魂的毛野踢出局。然而2人转头就被原射拆的陷阱捕获，原又被素水送走，侦察兵三村也被基贝发现击毙。现在双方人数都折损过半，赤羽制定的战术固若金汤，前方有4坂3人死守，即使绕后也会进入素水的射程。蓝方想要赢，就得先干掉素水以及树下防守的阿银。赤羽等的就是他们集中火力对付素水，再让4坂掩护中村夺旗，一切已经就位。而最难对付的朝田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人发现他。很快基北小队这边和素水阿银同归于尽，4坂3人和中村立刻冲向敌方水晶，却没想到朝田如同天将出现在4人背后，超近距离杀光了他们所有人。朝田利用自卫队的迷彩一直躲在乌间身后守株待兔。赤羽干掉了绕后袭击的田园之后，双方都只剩下了最后1个人。然而明知朝田在暗中埋伏，赤羽还是大咧咧地站了出来，让朝田和他用匕首一决胜负。面对着毫无防备的赤羽，朝田最后却放弃了开枪，因为2人都知道，如果朝田直接开枪射杀赤羽，红队是绝对不会服气的。想要让全班同学同意拯救沙老师，他必须要在赤羽最擅长的近山战中赢了对方。这场战斗最后还是演变成了赤羽和朝田的决战。本以为是最弱小的人，却是天才杀手；本以为是天才的人，实际上却在暗中努力。这场战斗不管谁输谁赢，他们都认了。朝田和赤羽在初1的时候是同班同学，那时候的朝田就非常憧憬对方，随心随时无所畏惧，还非常聪明，所以2人成为朋友之后，朝田非常开心。但是这段友情并没有维持太久，朝田很快意识到赤羽的强大是他无法企及的程度，于是在赤羽受到停学处分之后，2人的关系又疏远了。对于赤羽来说，朝田就像是人畜无害的小动物，是少数几个不需要戒备的人。然而在2人成为朋友不久，他就意识到朝田绝非看上去的那么无害，这个人的体内隐藏着一股神秘力量，激发出了他警戒了的杀意。正因为不好对付，所以等赤羽反应过来，他们已经疏远了。直到现在，他们作为对手一同站在了名为暗杀的舞台上，2人心里想的都是打败对方，让他认可自己。2人同时冲向对方，总体来说还是格斗技巧丰富的赤羽占上风。一番激烈的交战时候，2人的匕首都掉落在地。朝田身上虽有第2把刀，但是一旦他分心去抽刀，就会遭到赤羽的猛烈攻击。战斗很快分出了胜负，赤羽一脚将朝田撂倒，随后捡起匕首打算给朝田最后一击，却没想到朝田根本没晕，反手对着赤羽就是一掌。赤羽咬破舌头挺住了冲击，朝田趁机抽出匕首朝着赤羽刺去。然而就在赤羽想着防下这一击他就赢了的时候，朝田却又突然放开了匕首，一招坚固将赤羽摁倒在地。被勒住颈动脉的赤羽很快缺氧，在挣扎之间他摸到了掉在身边的匕首。然而在拿起匕首刺起的瞬间，赤羽看到了如此坚定的朝田，最终
赤羽选择了投降，因为他知道，就算是自己用匕首赢了朝天，也没有人会支持他的。蓝队获得了最后的胜利，赤羽和朝天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。人在面临艰难选择之时，会表露真心，从而拿出真本事开始战斗。因为将自己的全部展现给对方，所以都能相互理解。有的时候，战斗才是加深友谊的最佳方式。对沙老师来说，不管是战斗还是分裂，都是他的教育方式。无间对学生们拯救沙老师的决定没有异议，但是他有条件，找办法的期限仅限于这个月，因为就算是他们不杀，也会有更多的人杀。不论1月结束后结果如何，到了2月，他们都要全力暗杀。关于沙老师3月份会自爆的事，各国高层绝对已经得到了消息，所以大家推测，各国在研究沙特的同时，绝对也研究了阻止自爆的方法。阿绿入侵了研究团队的资料库，发现有一个美国小组做的就是细胞分裂和反物质研究，而研究的地方居然是太空站。研究资料将会在不久之后被送到地球，就算知道有这么一份资料，他们作为最底层的暗杀者也根本拿不到。但即便如此，学生们都没有放弃，无论是暗杀还是拯救，他们都会拼尽全力。见此，沙老师支走了乌坚和比奇，给学生们出了一招：资料当然不能去抢，在有数据的返回舱会降落在太平洋上的研究设施内，返回舱有5吨重，沙老师根本搬不走，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趁数据还在太空的时候偷看一眼。而近期日本将向空间站发射实验载人火箭，他们可以将火箭里的假人换成真人，前往空间站盗取数据。就这样，一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自由研究计划，很快制定完成。众人一致决定将前往太空的机会给了最厉害的朝天和赤羽，潜入太空作战就此开始。石田和苍角伪装成迷路游客吸引注意，掩护木村将 U 盘插入监控室电脑，阿绿入侵网络，掌控整个发射基地系统，协助赤羽和朝田暗中潜入。在阿绿和沙老师的帮助下，两人成功潜入火箭内部替换假人。一段紧张的倒计时后，火箭成功发射升空，火箭的速度是23马赫，这是他们第一次超越了沙老师的速度。载人飞船很快和空间站对接成功，然而出现在空间站众人面前的不是什么假人，而是手持匕首和炸药威胁他们的初中生。阿绿切断了地面的转播，几人都是专业军人出身，根本不怕他们的威胁，反倒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气，问他们就算他们拿到了数据又该怎么回去。阿绿早帮他计算好了返回轨道，沙老师也会在地面帮忙，愿意为了暗杀目标赌上性命。这份执着打动了负责人，他将防止沙老师爆炸的数据给了阿绿，并对他们这份从容赞不绝口。短暂的太空旅行结束之后，朝天和赤羽坐上火箭返回地球，和太空舱融为一体的阿绿更是收获良多，他的智能再次进化，并生出了名为幸福的感情。在沙老师的帮助下，太空舱成功降落在后山池塘，大家欢呼雀跃，乌坚气得头疼。不过沙老师用阿绿记录的实验数据和太空航线贿赂了乌坚，这次事件平安落幕。经过奥田的专业分析，这份报告上显示，触手生物爆炸风险和其体积成反比，体型越大风险越低。也就是说，接近人体的沙老师的爆炸威力远远低于炸毁大半个月球的老鼠。定期服用药物，不让沙老师体内反物质凝固，就能将爆炸的风险降低到1%。而能拯救沙老师的药物，正是之前奥田做过的让沙老师液化的毒药。找到了能让沙老师不死的方法，大家开心之余又陷入了迷茫。老师有救了，他们的暗杀行动就到此停止了吗？乌坚提醒他们，只要沙老师是危险人物，政府就不会停止暗杀。最后大家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暗杀行动继续。如果他们不能在3月份之前杀掉老师，那么他们就不再暗杀，和老师做普通的师生。但是在此之前，他们依旧会怀着坚定的信念挥动刀刃，因为在这间教室里，暗杀就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羁绊。